全外露，投资赚少赔多。当你厨房不方正，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花钱的欲望，而且会乱漏财。再加上是开放式厨房呢，造成他们家的厨房三宝全部外露。之前有做期货啊，小玩就越玩越多，越来越多，这样一天呢就赔掉进口车。观众朋友，你是不是有漏财的问题呢？是不是整天都在烦恼入不敷出呢？漏财漏不停吗？没关系，今天汤老师教你最省钱的化煞方法。今天是要教大家呢，花很小的钱来改善你的风水，都是500块以内可以解决。建造窗的部分呢，可以用写上贴在这个窗户上面。第一个防止漏财，第二个呢让你呢视人更清楚。天哪，今天委托人家的漏财问题真的好严重，投资股票都惨赔之外，也会有许多莫名的额外开销。不过没有关系，今天汤老师会教大家超省钱化煞秘法，让你怎么漏财都不怕。欢迎收看晚间风水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王彩华。现在呢，为您介绍呢这一则报道，就是许多家里人都会开放式的厨房，那大家都知道呢，这样子会有漏财的状况。那如果冰箱也外漏呢？我们现在就交给我们的连线记者佩珍。好的，是的，主播。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民众汤先生的家中。汤先生呢，自从选择了开放式厨房以及冰箱外漏之后呢，财务出现很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汤先生，你好，请问你自从选择了开放式厨房，还有冰箱外漏这情况，你的财务出现了什么变化呢？其实为了就是空间感要变大，所以变成开放式厨房。可是呢，也发现就是说领了钱之后呢，领多少花多少。然后冰箱外漏呢，又变成好像我的股票变壁纸。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好的，所以我们了解呢，汤先生可以说是苦不堪言。现在呢，我们就把现场先交还给主播。是，谢谢佩珍。接下来呢，这个煞气呢，也是为了方便而造成的。厕所跟更衣室呢，还有房间是相通的，这个就形成了回风煞。那这个客厅进来呢，又面对了镜子，哇，这些状况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好的，主播。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厕所门一打开呢，这个镜子是马上就照到的客厅，而且不仅如此，您可以看到从厕所可以通到更衣室，再来通到我们的卧房，形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回风煞。这样的煞气对于汤先生造成什么影响呢？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自从改成这样之后，脖子也痛啊，身体变得很不好，肚子也很痛，泌尿系统也出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看来汤先生自从搬到这里之后，真的变得非常的虚弱。我们祝您早日康复。现在呢，我们就把现场交还给主播。开放式厨房加冰箱外漏会漏财，回风煞加客厅的厕所对着镜子，这样子呢是会影响健康。这两个到底要怎么解决呢？就在我们今天的风水有关系为您解答。今天的委托人是知名新闻主播张馨予，和老婆小孩搬来才1年多的时间，就频频出现漏财状况。除了装潢费用超出原先预期之外，就连投资股票也是少赚赔多，甚至领钱也是有多少花多少。究竟这一连串的漏财问题和家里的格局有哪些息息相关的问题呢？哇，主播你好，你好，大家好，我今天好紧张啊！我们比采访总统还紧张。总统，你上新闻主播台才紧张。等下我不知道汤老师会讲什么，这个口下留情啊，一定会多说好，房子可能还要对不对？还要转手。我想问一下主播啊，因为这个都知道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好甜蜜幸福这样哦，主播老婆也很漂亮，哦，小孩很可爱这样，所以搬了新房子是1年的时间。1年，对，去年大概10月到刚好1年，就五子登科了哈。对呀，什么都有了。对啊，那这样子还有需要什么风水的需求吗？因为你都很好了。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请老师来看风水？没有哦，但是就发生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刚搬进来的时候啊，那手头呢稍微宽裕一点，想要提一点钱，然后带那个太太小孩出去玩，结果后来呢突然就发现奇怪，我的厕所那个臭味传来，这新房子啊，新装潢的啊，结果去检查，就请这个水电师傅来看看，是，我这个马桶居然漏屎。就里面的管线居然是不通的，你讲你也被烫漏晒，通常是人漏在马桶接，但连你的马桶都漏。对，然后我刚好很奇怪，就是我那时候出去玩的那个预算啊，刚好就付那个马桶钱。没错，事出必有因，会出现这样的漏财，其实在大门就可以窥之一二喽。你后面有问题，就是马上猜啊，哪里？不然呢？你的后面没？
就安娜，来看，竟然门后面有这个，太夸张了啦！我那时候还以为是精心设计耶。真的。主播，你搬来之后，你觉得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时运，时运很多哎。亚塞文不是，就是感觉起来没有很倒霉，就是那个很奇怪啊，你提多少钱，然后隔天就喷光了这样子。还有喷的。然后，这花钱速度也太快了吧？对，真的，领多少就花多少这样子。对。然后太太就很高兴啊，对，然后儿子就很高兴，我就很可怜这样，因为通常都不是突然这边有个需求，那边有个需求，奇怪，皮包就光了。天哪，你这个门后有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坦白，你真的是漏到挫赛。对啊，漏到挫赛。对，其实呢，门后有这个东西呢，不是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东西呢对到了我后面这个东西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状况。对，本来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对到了窗户，它严重性就非常的大。没错，因为其实它的门后呢，刚好是一面镜子。对，那这个镜子呢，其实照理说玄关呢，增加镜子呢，增加空间感跟明亮度是 OK 的。但是它的镜子呢，直接照到这个窗户，代表近照窗会视人不清，而且呢，很容易背黑锅。这些状况呢，要特别小心。我的表现呢，对长官来讲呢，他也许是满意的，但是呢，可能在一些传话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要讲说，我可能需求公司给我什么样的资源，对，但是什么传的变成公司觉得我不是很满意，我是绝对是相挺公司的啦，对，但是就是中间传话的过程当中有点扭曲，就有人为了人加油添醋，镜子马上打掉，是不是？哎呀。需要打掉吗，老师？其实不需要，其实窗户出了问题。其实玄关不一定要窗户，但有窗户确实是加分的。不过呢，我觉得因为近照窗的问题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解决。今天其实要教大家呢，观众朋友就是花很小的钱来改善你的风水。因为主播的钱都是用喷的嘛，所以呢他没有什么钱，所以呢我们不要有太大预算。所以我们今天教大家呢，都是500块以内可以解决的事情。但是呢，不脱离一些传统的方法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近照窗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用一个红纸，先教大家。你可以用个春联呢，写上对我生财，然后贴在这个窗户上面呢，等于说镜子照到这个窗户呢，它就是一个对我生财。它第一个防止漏财，第二个呢，让你呢视人更清楚。主播界当中呢，也不会勾心斗角。对，所以老师真的要这样写，这样贴上去。那你可以写漂亮一点啦，比如说你可以写的算漂亮。漂亮，这个算好看的。是，其实像过年的时候有没有可以去请书法家帮你写个春联，然后把它贴上去，别人会觉得对我生财，因为其实这么浅显啊，没错，因为其实这个对我生财啊，这些字吉祥话，例如说吉祥如意也好，等等的这一些呢，都是属于验圣文，不是连胜文，不是说验，不是验圣文，意思就是说古代他会用这样的方式呢，把这些一切的煞气用吉祥话去把它对掉。对，它就等于说是象征性，我们讲说以形补形嘛，用吉祥话去把它化解之后呢，那这样是既简单又方便的方法。如果你今天是小额的话，可以用这种。那如果说你的预算够的话呢，其实这边直接加一个百叶窗，百叶窗啊，就是加百叶窗，加窗帘就 OK。好，所以2种方法。玄关很明亮，其实感觉蛮好的。对，这个家里面就觉得它这个生气勃勃的。是啊。好，那我们现在进来看了。好，来，请。玄关很完整啊，而且我觉得他进来他的这个客厅啊，感觉就很温馨啊。对耶。但是我一进来就有发现。怎么啦？那个有一个东西不太好。有是什么？对啊，你看，因为大门这样对进来，好像是先对到。我刚刚本来就想说挡住，对不对？没有人发现。这个是你看到最明显的其中一个，但是还有一个呢，也是很可怕的。这个但是大家一般不会发现的啊。没有啊，有在我们这个空间，是我们刚经过的地方。我们经过。对，其实它这个门口呢有门对门，你有发现吗？门口是对内的门对门哦。你是说外面那个大门跟对里面这一个门啊？对，里面有一个门呢。为什么里面还多一个门啊？我就想说，怎么了？因为你把它关起来，你就是一连串的一个设计嘛，就好像一个墙一样，好像有个内外。对，因为它其实做的是隐藏门。没错。对，那你那个门有常关吗？
有就是你们一进来都不出门了就关起来，对，就坐在客厅，然后这个客厅就会很完整的感觉，对，装潢就是一个画蛇添足的方法。对，这个对，你就是脱裤子放屁的样子，有需要吗？对不对？有需要这样子吗？没那里没，因为它已经有完整的玄关了嘛，何必还要在玄关里面又做一个门呢？对，其实玄关呢就是我们的守卫门，你再多做一个门的话，会变成门对门，那造成运势上呢，会让你常常有苦难言，也就是哑巴吃黄连啦。对，就是设计师，你看看，当初叫我弄这个门，我就全部把责任推给他。那有苦难言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刚刚在门口就感受得到，有一些就是有一些苦不能说。对，我曾经就是播报到一半，因为那时候台风天嘛，然后就是一播可能就3个小时，然后呢就开始肚子饿了，不是饿了，拉肚子，对，怎么办？就赶快就是趁广告，赶快拿个垃圾桶。大家知道广告广告也只不过1分钟吧？对呀，对啊，所以你就知道动作大家有多快。所以你1分钟要去，就是感觉到那种喷射的力量，像喷射机，喷射的力量，然后咻，然后就回来。因为其实轻则拉肚子啊，然后吃螺丝，重则呢就是这个壁刀呢意外血光的问题。血光，因为你就播新闻可能会都被东西砸到之类的，有可能，也有可能。但希望不要这种事发生。之前翻过来的时候，老婆说这个切菜的时候切到手啊，对啊，切到手，天哪，对，也有方手指头还好吗？手指头就应该还在了，我们看一下，在啦，还在啦，对，就是不小心的，对，然后小朋友就会莫名其妙的生病，就莫名其妙怎么眼睛红，这边今天呢是右眼，隔天就变左眼，然后呢就隔天就2个一起红，然后红就变鼻子红，然后红来红去又变眼睛红，那到底什么怪病？对，很奇怪啊，对，都不会好。对。这个其实他们家除了是意外血光呢，刚刚讲的这个怪病呢，就是无名病痛。无名病痛呢，其实他们源自于他们开门呢进来这个地方，就直接看到的厕所。对，他开门见厕。我就镜子他的视觉。对啊，你看这样不是很像一个空间感，看起来不像厕所啊？对啊，空间很大。又是脱裤子放屁。可是你风水来讲，你门一开门看到镜子，这样就不好。对，开门见厕呢，代表开门见晦气嘛，所以你的运气会不好，你的健康会有一些状况。那这状况呢，有时候是无名的，莫名其妙的，而且它这不仅是开门见厕，而且是厕所的镜子，代表这个晦气呢是无限的放大。所以呢，等于说开门见厕本来就是一个不好的格局，然后又加上这个无限的延伸呢，会让你常常事情呢永远都在团转，然后感觉好像没有修刷的一天呐，然后不断都会拉。老师他因为他门口已经有装一个门，他如果那个门就是一直关起来的话，就没有照到。他关起来就是有苦难言啦。对啊，其实这个门本来就不对。其实呢，这个厕所呢，我觉得可以用一个门帘来做化解。但是如果你觉得门帘嫌贵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方法。门帘也有，门帘要嫌贵，门帘也贵啊，100-200块呢。有些人第一个嫌贵，第二个有些人觉得装门帘很麻烦。但是如果装门帘，它的效果是最好的。那如果说退而求其次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束口袋，里面可以放粗盐，放就是多一点的粗盐啊，吊在那个厕所的门上。好啦，你就装门帘就好了，然后不透光的哦，而且要过膝的哦。过我们的膝盖啊！对。是啊，一定要这样哦。哇，蛮贵的。你不能用猪脸啊！还在漏财漏到怕。对，你是有多么的漏财？你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感觉你真的很怕再花钱。就是像我现在去外面提钱提款，我绝对不敢提超过1000块啊。为什么？因为你提多少就花多少。对啊。对，所以我现在皮包大概就200块。现在有 Apple Pay 啊，有什么网就完全不装啊，都不装，信用卡不用啊，这样子。对。避免自己多花钱，对，顶多就是悠游卡。我现在就只有悠游卡。这种方式不要出太多。这种方式警惕自己也好啊，对啊，就让自己不要再多花钱。你那时候搬来这里的时候，装潢是有大超出你的预算，是不是？有大超出就是光像装个冷气好，那时候本来预算大概6-7万吧，我记得。就后来呢，他就说啊，你说的那个机种没有了啊。然后你家里面呢，因为怎么晒哪边晒什么方位，所以你要装大一点的啊。然后干脆我帮你升最顶级的好了，就变12万，就变一辈子。完全超
完全大超出，对，就类似这样很多。跟电视也是，我要买的电视，你没有这个机种啦，要不要装好一点的啊？老婆在旁边说，好，大电视好，类似像这样子。风水的磁场呢，你竟然会影响你的思绪，所以会让你做出一些会关于这个煞气的判断力。对，所以呢，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先解决就是开门见壁刀的问题哦。开门见壁刀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立灯把它架起来，立灯，然后放这边，找那种细一点的立灯放那边，然后打灯，借由灯光的关系呢，把这个壁刀呢把它化解掉。就让它挡它，然后灯打亮，这样对，然后不用关吗？这个灯？如果可以保持明亮是最好的。对，那这个门对门的话呢，就是说你的门就不要关就好了，不要关，都不要关。对啊，其实门片把它拆掉。对啊，我就想说，这个拆掉好了。拆掉吗？这个你觉得可以拆掉？我觉得可以拆。那就拆掉。其实多的这一扇门其实没有什么，没有用哦。那时候我们还想说，是不是可以挡一些什么东西？你想太多了，你该挡的都没挡到，把自己的运势挡住，挡了自己的财路。其实啊，他刚刚说他预算都超出啊，其实他们家还有个煞气呢，就是等着窟窿等着的煞气。家中竟有窟窿，难怪漏财漏不停。厨房三宝全外漏，投资赚少赔多。当你厨房是方正，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花钱的欲望，而且会乱漏财。再加上这个开放式厨房呢，造成他们家的厨房三宝全部外漏。之前有做期货啊，小玩就越玩越多，这样一天呢就赔掉进口车。说他预算都超出啊，其实他们家还有个煞气呢，就是等着窟窿等着的煞气。是我家有窟窿哪里啊？哪里有窟窿在里面，在。我觉得还很平啊，看得到。对啊，还好吧。而且很好看啊。那，你这个真的是落地的耶！哎呀，真的，对不对？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不是很好吗？view 很好吗？对，好恐怖哦。对啊，这样真的很恐怖。我觉得现在用椅子稍微挡住。很恐怖，站在这里感觉还是要掉下去。我有惧高症，人家看我。对呀，你刚刚尖叫的声音不太像惧高症。为什么？像脚被踩到。还是疼点。所以这就是窟窿吗？对，第一个这个也算是一个窟窿，但第二个窟窿呢是在你对面停车场的那个啊，停车场不是很好吗？可以帮朋友看车那个走道有没有？你那个车道一上来就正冲你家的门呢，所以两个窟窿。你看这个车道这样也算啊，看不过来的。这也是对，因为它这样刚好是我们往下斜下去了嘛，所以它也是等着窟窿等着。常常呢，你感觉准备了一笔钱要存起来，但是这笔钱呢永远让你存不住，这是一个落线煞。落线煞。对。那落线煞会造成什么影响？是啊。第一个呢，就是常会有运势呢会有一些状况，然后都是突发状况的。好，那刚刚我觉得最影响就是财运，或者是你前途啦。有时候当这个前途呢，你选择了，常常都会选到不好的。天哪，有这方面吗？你有在做什么？你有吃啊？因为投资吗？没有啦。如果说是工作想转换跑道，类似这种。你不知道跳槽，我是说就是可能从新闻界。没有人说你要跳槽，人家是我是觉得我又在画蛇添足，对不对？干主播了就对了。对啊，可能就是要有其他的生涯，有在考虑啦。那这样会不会就是选择到错了？因为基本上确实要审慎考虑，真的。对，因为有时候还是要顾好。当然，因为有时候当你来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些变动嘛，你想要转换，可是这个转换。其实不一定会是好的哦，因为现在很多主播其实都想要多方面的发展，可以转做主持人啊，然后还有一些专家，对，或是也许在帮人家在媒体处理一些公关啊，或等等的，对，其实有蛮多其他的一些发展啦，对。老婆是财经主播嘛，就是说对于财经这方面是非常专家的，然后也很研究很深入。对你来讲，应该帮助非常大。想到这就气啊！他每天在那边解盘啊，然后呢，他也许看好的，或者说他们公司看好的，我就觉得那没什么。我自己的判断比较正确。结果呢，他们看好的一些投资标的就大涨，那我自己看好的就不涨。
哎呀，这就是很奇怪的这样的事情。反正你做什么，我们就不要跟着你做就对了。没错，所以你是有一对做就对了。你是不是有一种就是不想要靠老婆的感觉？就是你想要靠自己，证明你也可以。对，但是每次都弄巧成拙。哎，真糟糕。这也不能怪他啦，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落线上来让他对啊，因为这个客厅就男主人的运气嘛，所以常常都会有这种东想西想，然后想错边。那我们要如何化解这个问题呢？其实呢，又来教大家小钱的方法。我们刚刚讲说写一些验圣文，对不对？对。这一次呢，我们可以写一个这个。写什么？用一个红纸呢剪成八卦形，上面写着一扇。一扇，对，因为一扇来讲的话，你看有时候有些人家门口会用一个木牌，有没有？匾额，然后上面写一扇，所以一扇它就是在化解风水对外的杀气。那扇呢，只要有扇，恶就会没有。贴在哪里啊，老师？好，这个就是贴窗外对外面。重点是要把它弄成八卦形。因为八卦，对，因为八卦就有八方的意思。八卦就不是因为要外面，对外面要贴多高？要这么高吗？到底要不要让人家看到？其实你就可以隐藏在那个窗帘的外面就好了。在这个空间也赶快来帮你找一下财位。财位怎么找吗？不知道，我以为是在门口的最角落、最对角的地方。对角。所以我们有摆了一个类似像红包袋的。对。但我不知道这样摆对不对？待会请老师来。这个客厅里面的财位这客厅也有。确实是他以为啦。当然走错地方。对。因为说明财位呢，一定是要讲客厅的角落。你的客厅在这边，所以你的角落在这个位置。是。所以它还是悬空的。对。所以财位悬空的话呢，我会建议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打一盏长明不会灭的小灯，让它亮着补这个气场就可以了。那需要摆什么？可能聚宝盆？好，基本上来讲的话，因为它这个落线上嘛，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你放个流水盆，把这个财水呢再把它倒进来家里面，进来就好了。家中漏财煞气已经够多了，没有想到还有外煞来搅局。落地窗正对停车场坡道，形成落线煞，容易判断错误，也会有漏财的情形。不过没关系，今天汤老师就会教大家如何花小钱化煞的方法。只需要用一张红纸剪成八卦形，并且在上面写上一扇2字，贴在窗户上就可以化解喽。因为我们现在帮你老婆看一下她的厨房。哎呦，好。她有在下厨吗？有啊，对，大概半年一次。OK 啦，那也 OK 哈。半年一次。哎，老婆也是很辛苦，要顾小孩，然后看到厨具有多辛，她也要播新闻啊，她也有工作在身。但是你半年一次就算，你买那么多新的什么电子锅啦、果汁机啦、什么炉。我跟你讲，妈妈都这样子，嘛，摆了就不用。购物台每天都在卖锅子。是啊。对啊，就是妈妈就喜欢买锅子。那就买也不动。对，买用了。收藏品。不好意思，买了我就已经贤惠了。对，就是表示你是贤惠的太太跟贤惠的妈妈。是。厨房因为是做开放式的，想要空间感嘛，对，好像也是比较变成这个格局就漏财居多，对不对？其实我们非常的不建议刚刚开放的厨房。你们一开始的连线我就有听到了，我都不知道我家里面这样财库外露已经可以拿来当新闻连线了，我天哪，已经这么重大事件了。可是通常我们都觉得它不怎么样，就是看起来空间很大，可是在风水来讲，它就是一个大漏财，是破洞也很大哦。我们老生常谈。对，就是呢，这种厨房没有我们来的男主人，对哦，所以男主人呢，面对落线煞呢，然后在家里的地位呢，就是不是很好。对，这个厨房其实也是象征着这个老婆的部分嘛。老婆的财运方面还 OK 吗？老婆财运还 OK， 但是呢，常常会有一些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花费比如说这个爱买什么吗？这种很奇怪，这个家电大家都知道电子锅，但是如果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这柜子里面有东西啊？有一个。我想我们今天的来宾见多识广，但是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如果不要看这个，哎呀，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烘碗机啊，消毒锅。这个烘碗机是活动式的烘碗机，然后你看有多新，完全没动过。对。然后买了就在这边当。你们半年才煮一次饭，当然他也不会用得到啊。碗早就干了。对啊，而且你们家煤气又这么强。有啊，对啊，就直接拿碗啊那边吹就好，冷气吹就好。所以啊，就是会他喜欢啦。可是我觉得你老婆是觉得她一定用得到，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天。其实这一切的效果呢，都是因为厨房不方正的关系，真的，让他思想不正啊，整个都歪了，整个楼都歪了，歪的好厉害哦。其实呢，
厨房不方正呢，我们讲客厅或厨房方正那种财官两正。那当你厨房不方正的时候呢，你常常就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花钱的欲望，而且会乱漏财。所以来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啊。是。那再加上这个开放式厨房呢，造成他们家的厨房三宝全部外露。第一个呢，炉灶、冰箱跟水龙头都是对外露，全部都外露的。我特别选这个，你看还可以让自己让梳头发那种镜面的呢，镜面的露得更高。哎呦，我天哪！因为反射。是哦。但是你放的那个方向就不对了。所以老婆有在，就是刚刚讲说这个漏财，这个是买东西，这个还好，因为家里可能买东西还好，那边柜子还一堆嘞。对啊，那这投资上面都有获利吧？对，这倒还好。对啊，所以他也是有在赚啊，有进有出啦，有进有出。对，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话呢，如果家里要存住这个钱财的话，当然还是建议就是最实际的方式，还是要把这边做一个，例如说拉门，对，不要开放式厨房会最好。但这个预算会稍微高一点。那退而求其次呢，可以做一个拉帘。也可以，也可以，就是漂亮的。超过500块吗？可能超过，因为你还要加轨道。对。那你不是说今天只有500块？对。但我们接下来交500块的了。哦，好。前面先讲超过预算。对，先讲超过预算了。我刚刚想说一个拉帘，哇，这样要多少钱？还要施工。因为从刚刚的出门到进门的每一个部分呢，其实都有500块的扣打。对。可是，在前面呢已经没有花到，都没花到钱，所以这里可以花多一点。对。那如果真的呢，还是不想花钱，然后耳根很硬要开放式厨房的话，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摆一个盆栽。但是盆栽。你刚刚讲盆栽。对，阿汤哥本来就是口齿不清。盆栽是要放哪里啊？放这边吗？走道对，你就是用你进门的视觉效果呢。假如例如说摆到这个地方，摆那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去测量，不要直接视觉马上看到那个炉灶，这是最基本的原则。那这个盆栽可能就要高一点，可能要像茶花节盆栽这么高的。这么高啊？对，要这么高。500块应该也很难打，很难。但是你有多一点的扣打，因为你前面没有花掉。对，用盆栽的方法稍微做化解这样子。那冰箱外露的话，我们其实早期在节目上都讲过，你就写日进斗金，用春联没有写上日进斗金，贴在这个冰箱上面。所以它不用移另外一个方向，不用，它只要贴这个就好。对，其实也没得意的啦。厨房不方正这一块要怎么化解？其实它不方正的问题呢，其实刚好是在我们的炉灶这个地方。对，那边好奇怪。对，因为它把这个厨房呢整个缩。因为为了房间要变大，厨房缩小。对，所以我现在在做菜的时候，难怪老婆不想煮啊。对，好挤哦。蛮好的啊。煮的时候，我这个打开我已经没地方站了，对不对？然后我那边煮的时候，后面好像是透明的哈，对，透光的，我就没有安全感，而且还蛮好的。后面就是阳台啊。这是什么？阳台啊。对啊。那不是蛮好吗？做菜转过还可以看看风景，然后再回去做菜。如果像我是还蛮瘦的啊，老婆有点分量的话，这几个真的啊没有办法这边没办法转身，多了一个这个角这样。对，那怎么办？好，不方正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点一个立灯，一样点立灯呢，点灯可以做化解，或者是贴镜子。贴镜子。对，镜子呢跟点灯呢都是可以化解这个缺角的部分。在哪里了？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角落这一块就对。对，那这个是最省钱的方法。是，那如果你要用开运的东西的话，你可以挂8吉祥，做化解。我们这样挂在天花板上，没有挂在那个角落就可以了。了解。那因为这个呢，刚好又被壁刀切到这个炉灶，除了不方正，壁刀切到炉灶呢，代表意外血光跟破财，而且这破财呢，就是属于那种起落很分明的。对啊，这起落分明。你要自己招认吗？你还有投资很多。刚刚没有说的，对不对？你是不是有暗卡一些？那我们先叫家人回避。我是财经主播，那个有外面电铃响了，怕丢了财经主播的。真的有就是起起伏伏的，因为就是之前有做期货啊。厨房漏财发现端倪，投资失利状况不单纯。台背窗又背门，工作全都做白工。梳妆台呢背靠着窗户，代表财库呢见空，它又背这个厕所门，就是犯小人。工作的部分感觉有点像是做白工，我就做一些专题报道，找一些来宾让我们做访谈啊。结果呢做完之后，公司打电话来说不要再做下去了。
波的，真的有就是起起伏伏的，因为就是之前有做期货啊，期货对啦，就是小玩一点啦，但是奇怪怎么就小玩就越玩越多，越来越多这样，然后就曾经有一天赚了。大概就是100-200万，没有啦，大概就是一辆车子啦，一辆车子。一辆车，你哪一种车啊？小车啦，国产车小车，但有一天呢，就赔掉进口车。对，有类似这种。除了财运之外呢，我刚刚讲，如果要吃宵夜的话，也要先让老婆的身体顾好啦。对，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有壁刀切炉灶呢，其实女生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我健康还好吗？就我刚讲嘛，就做菜会切到手，所以就是不用再做了。对，然后要不然就是前一阵子好像他莫名其妙就感染那个流感 A 型流感，而且是夏天的时候啊，对 A 型的那夏天的时候就回来就说他好不舒服，就躺了2天，然后我也被他传染，全家人都躺了。就是那隔离耶。对啊，他隔离啊，所以我们全部都躺在家里。那个潜伏期啊，所以已经来不及了，就被传染了。对啊，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前一阵子，在几个月前啊，所以这个壁刀还是要画一下，要不然你会影响老婆健康。生病，所以千万不要花了钱买药吃，然后乱投资哦。对，所以这个很麻烦。好。那要怎么画？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我们刚刚点立灯，然后这里面呢可以放麒麟或者放葫芦。如果这个神奇的话，在哪里啊？就挂到这个壁刀这边。这边挂个葫芦。我们每次都会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回答我们所有粉丝专业的网友的问题。是，我们把你的问题都会做整理。对，那相关的问题大家就一并的回答。好，那我们今天也是要回答几个网友对于厨房上面的风水问题。哎呀，太棒了！对，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照后背门，然后女主人呢妇科问题，在加装门帘化解，对不对？对，没有错。因为其实照后背门的话呢，其实呢最简单的方式，第一个你可以用装潢做隐藏门，对，那是最好的。那如果没办法装潢的情况下，条件不足，那我们就用门帘做化解就好了。哦，对。那还有一个人问说，那个他的厨房有枯字窗，是，那这个枯字窗会影响到他什么呢？枯字窗呢，代表一面墙会有2个窗户，那或是一面墙有2个门，代表枯字窗跟枯字门，会比较容易会有一些伤心桃花，还有一些漏财的问题。那建议就是说呢，再把其中一面的门或窗呢，加门帘或窗帘化解，那或者直接做隐藏门，或者封掉一个门。如果它是独立空间，就没办法封掉一整门。对，了解。所以加门帘跟窗帘就 OK 了。好，那另外还有这厨房的正上方的房间可以做什么用途？因为很多人可能是楼中楼啊，或者是顶家啊，或者是归栋这个厨房的楼上就是房间，听说不太好。对，代表你说那边一直火烧屁股。对啊，一整天盯房，大家一直在擦菜的厨房，那舌痛。对啊，那如果楼下的厨房，那我楼上能做什么？都会影响健康。你可以做娱乐室，或者是做一点像是因为刚刚视听娱乐嘛，或是储物间、更衣间。对，那如果真的是房间的话呢，你就是要记得不要刚好在炉灶的正上方，你可能就要床要避开炉灶正上方的位置就可以了，就不要正对了炉灶，因为它会造成就是心血管的疾病，然后住在里面的人容易脾气暴躁。所以如果实在逼不得已，炉灶上面是房间的话，你床至少不要摆在炉灶的正上方就对了，稍微要移到别的地方去。是，那能不要做房间是最好的。对，做工作室也可以嘛，或者储藏室，对不对？对。相信有很多观众都喜欢将厨房做成开放式，虽然开放式厨房增加了开阔感，但也带来了许多煞气。以张馨予他们家为例，厨房没有门，容易影响男主人的运势，而且造成厨房3宝炉灶、冰箱、水龙头外漏，导致漏财。所以最好还是加装隐藏门或是拉门。如果不想花大钱，也可以摆放盆栽做遮挡哦。其实呢，厨房呢，他们家的厨房就连接了后阳台了。对啊。这个阳台，我觉得你做这个隐藏门还不错耶，是不是？对，这个是真的做的最完美的地方。总算录到这么久，有一个好的了。不晓得这里有一个后阳台啊，真的很好，真的是做的非常的赞叹。因为呢，如果没有这个隐藏门的话呢，它除了开放式厨房会变成典型的穿堂。对，但是因为做这隐藏门常常关闭呢，就化解了穿堂。对，但是打开之后呢，煞气无限。哎呦，对，杀死我！就是不要出去看，我就看到啦。什么啦？哪有？你们还刚好在人家的屋檐呢。对呀，这叫屋脊煞。对，屋脊煞跟顶楼加盖也算吗？是，还有会转的风扇。
但是老师，我觉得他已经算无比幸运了耶，他没有被他们这样就是很正切，他是刚好在上面，然后就是有点平起，没有遮蔽这样。是，所以呢，它的煞气呢已经有稍微趋缓，但是因为它这个工厂的屋顶呢一直有卷卷的那种排风材料，代表什么？代表会加重这个意外血光的问题。哎呦，后阳台代表后代子孙，哎呦，所以要注意小孩的健康。真的呢，小朋友常常回来就是指一块亲一块的啊。为什么？然后就说，爸爸，我昨天跟那个谁谁谁打架，一般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跌倒。类似这样，然后我说，我是走开啊，调皮，我以为是调皮，就没想到跟这个有关系。这个有时候受一些小伤。对，东一块东亲一块，西亲一块。而且他是现在还小，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以后他长大不知道还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哎呦，来解路就断掉，那怎么办？老师？对啊，这要怎么办？好，当然我们这个就可能花小钱的话呢，也是种盆栽啦。好，盆栽的话就是种那种开运竹，那你要种4盆，好4个开运竹，我们之前讲过，4个开运竹代表4绿文昌木，可以让这孩子呢充满了智慧，然后呢也可以化解外面的煞气。那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把这个镜子的玻璃呢贴成镜面玻璃，直接返回去。对。反光的那一种是，那或者是直接挂一个山海镇。接下来就是真的是属于你做家事的部分，好会融会贯通是吗？在你的房间做事，对啊，看一下你的主卧房，请来。小朋友的房间。然后这间是厕所，这厕所，然后这边才是主卧，是，了解。来，欢迎光临。方方正正的啊。是啊，这边本来是厨房啦，然后我们把它打进去。你们是去厕所？对啊，我们是去厕所，厕所呢？这让几人门对，然后就是，怎么可以直接来房间？就是我们家就是有一点那个，怎么了？就是。你这是厕所共用套房嘛？对啊，厕所共用的啊，从外面也可以进去，从房间，这样不是很好吗？对啊，很方便啊。有时候做完家事之后，直接就可以就去那边洗一洗、冲一冲呗，对，比较方便啊。没有因为它就是只有一间厕所啊，所以它把它连着。可是你这边不是还有一个房间？这个是更衣室啊。我刚才看的时候，不是很好吗？洗完澡然后光溜溜就可以去做更衣室。对，是这样子。对啊，来，然后这里是厕所，然后这边是厕所啊，要修啊，怎么要修？这不是很时髦，大家都这样吗？要修嘞，伊个门拍开，遐嘛一个窗仔门，变送的窗仔门啊，另外这嘛一个窗仔门，这不是有一个镜。对啊，对流。对耶，你好爱进灶门哦。对呀，你。我老婆就说要弄一个很像那种有没有那种百老汇的啊，就是一定要这样，这种专业的就要这样梳妆台啊，对啊，漂亮啊。但是就是要求是什么意思？你刚刚讲要求，很实用，然后很下趴，可是风水很烂。哎呦，又来了，没错。所以这是什么风水啊？就是坏风水。实用兼具时尚格局，却是运势下滑主因。但是就是要求是什么意思？你刚刚讲要求，很实用，然后很下趴，可是风水很烂。哎呦，又来了，没错。所以这是什么风水啊？就是坏风水。坏风水。对，因为其实呢，刚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刚好是个回风煞。外面的客用厕所跟你的主卧房厕所呢，它是连在同一间的。是。那回风煞呢，代表就是一种晦气一直在边绕。所以你会常常生病。好，然后因为它是经过你的这个更衣间，更衣间也可以当做是个小财库，所以变成说你的财运呢，常常都会有一些破财的现象。你看我们这边有摆那个红包袋啊，你讲的那个红包袋，对啊，这样摆这个方位对吗？哎呦，真的好没有用啊！我们也蛮辛苦的，你看很大，可是这还要去泰国去买个什么好盘子，然后包。
这边让我薅啦，不好，那我怎么样才有效？因为你的漏财问题那么多，然后补一个这么小的东西，其实没有用的。因为你看你的梳妆台呢，背靠的是窗户，代表财库呢见空。然后呢，这个梳妆台呢，它又背这个厕所门，所以变成说呢，就是犯小人。然后这镜子又照厕所门，再有晦气又无限延伸。哎呦天啊！所以其实呢，重点就是要把这个。我怎么感觉听起来头都开始痛了？我感觉快中风了。对呀，血管都冒出来。对啊，觉得最骄傲的、最棒的设计。对呀，被我们嫌成这样。哎呦天哪！你看，不是百老汇的感觉，完全没有哦。对，然后丢掉，真是。是丢掉是不用的，就看有什么化解的方法。看什么方法改，因为其实回风煞是问题比较严重一点点。回风煞。而且呢，你看，就开了这个门之后呢，跟那个窗户有没有跟这个窗户形成就是一直线的通。所以又有一点穿堂，这穿堂，所以都是漏财的问题。所以又要用一个帘子嘛。对，其实就是这边要加个帘子啊，或者把这个门封起来。所以你自从有这个回风煞期，你应该有明显感觉出来自己就是有一些工作啊什么的。对，像刚刚老师讲到，好像工作的部分感觉有点像是。做白工，我觉得其实之前我有做一些像是类似这种健康的议题啊。那我们知道前一阵子有某大医院嘛，然后就是他们可能在医疗上面有一些急诊室的问题啊，然后或是呢做一些什么做子宫镜啊，那个问题很大嘛。那结果我就做一些专题报道，对，就花蛮辛苦时间啊，找一些来宾啊，我们做访谈啊。结果呢做完之后，公司打电话来说那个。有高层，就说不要再做下去，所以就不能再做了。对，类似这种情况还真的有还不少。那你就白忙一场了，白忙一场就很辛苦啊，然后就都不能做，还不能播，对，真的蛮闷的，好闷哦。重点是它这个厕所呢门后有门，代表呢桃花烂桃花很多。还有桃花跟烂桃花，你桃花好 OK 啊，烂桃花就 no 哦，就不要有。其实好像不只是我，我太太好像也有。对，因为你们一起住在这里，都有影响啊。他有什么烂桃花？他之前就是有人会一直跟他，因为他在台北车站附近工作嘛，他就一路跟踪啊，对，一路跟过来，对，跟到家里附近，还会探头探脑这样。他有没有穿衣服啊？后来他去报案啊。这些那个无微不微哈，那怎么样把它化解？就是在我们的门这个后面的回风上呢，一样把它阻隔起来，加门帘化解就好了。好，然后因为刚刚你有特别讲说你是不好睡，对不对？就头痛啊，没错，或是浅眠。就是在某一个时间，而且每天哦，我觉得好像在演恐怖片一样，3点半起来，3点半哦，3点半啊，你这已经如果是持续3个月，已经算有点那种睡眠障碍。啊，对我还去看医生了呢。对，这样子要看一下床位，床头。他的床头有窗吗？刚看是没有啊，边边有窗啦。那我们要过去了，是有门。我们过去房间帮你看一下。好，来这边请这边。来看，顺便看一下这个回风有多妙。这是窗啊，这是窗还是门啊？刚不让杰哥进来。对。哇！哎哦！你刚整个差点掉出去，真的吓我一跳这不是蛮好的吗？又是窗又是门，然后可以采光。好烂哦！好烂！跌倒跟危险。不会啦，就关好就好。有人在跟踪你们，这样子，他如果从这边进来的，不会啦，这边6楼而且小朋友又不是每个都连恩尼逊，每个这边跳。你说小朋友不小心打开了之后，这样跑出去很危险。那后面是一个露台啊，就是小露台。哦，对啊。你是困这边哦？你睡这吗？我睡那边。我好奇的是，这个床头板后面是什么？冷气主机。冷气主机不是会一直尬吗？我们讲说头后有窗呢，或者是头上面有冷气，甚至于头后面墙壁隔一个墙壁有冷气的主机，都会让你影响睡眠，而且呢会让你烦恼增多。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会让他半夜凌晨3点了还在。然后就醒来。对，冷气主机其实你也很难去搬走。对啊，所以变成说你在冷气主机上面呢，你可以种植就是所谓的莲花竹，
我们常常有知道开运竹有没有？有一种植物叫莲花竹，它非常的便宜，一支大概就20到50块而已。太好了，而且它只要根剪断了，放到旁边就像黄金葛一样，还会再冒。只要它的根又长出来的话，其他都会活着。OK， 对，而且很漂亮，它的叶子就像一朵莲花。还有就是门会切床的。哎呀，这个躲不掉啊！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房间不够大，所以会有一些脚部疾病的问题。因为它的门，大伯伯，它的床一定要这样放啊，对不对？对啊，你放这里，不对啊，也不对啊，门也是放这边也不对，这样放确实是正确啊，但是它就变成说两害相权取其轻。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加一个门帘也是可以化解。加门帘就可以了。所以这切到一点点应该不会有，就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对，我刚算我家里大概要装4到5个门帘，差不多了嘛。需要。我问你会不会常常酸痛啊？这里哪里？痛好多，从脖子痛到脚腰都会酸痛。因为这个门切是刚好切到你睡觉的位置，我睡那个位置，所以你来扛嘛。切到脚是有一点像是会有一些意外耶。对，其实跟你的行走啊，跟你的安全啊、交通都还是有关系。有我才刚买新车就出车祸啊。对啊，才刚买。出车祸？对啊，车祸啊。他怎么？就是经过一个。不好好开。我很好开啊，就被人家撞啊。就是把自己先这个顾好啦，然后家里照顾好。其实这个一家之主都是很有责任心。然后家事多做一点。对。互相分担。然后老婆就会在厨房多煮一点，不然都不煮了。太好了，预见你们这个幸福快乐的未来。谢谢。对呀，谢谢。祝福你再早生贵子哦。谢谢。对啊，因为再生一个要换房子，换更大。对呀，对，这一切都好啊。只希望这集播出之后，我这间房子能够处理得了，不然我换不了大房子了。是格局的问题，是他。我的问题。对，一切会顺利的啦。好，谢谢观众朋友这么支持我们张主播，对不对？谢谢。继续支持，我们一定要常常看您播报新闻。对，还有你的节目。是。好，谢谢。谢谢你哦。谢谢，辛苦了。